正芒鞋轻胜马，谁吧？予所言语，任平生。不正芒鞋轻胜马，谁怕？予所言语，任平生。一蓑烟雨任平生。这一场雨，云开雾散呐。寻求真相，是我来到这世上唯一的目的。但是这世间若无公义，岂不更加荒唐？这世间本就满眼荒唐，凭你一己之力，能换几分清明？他们都说我不敢赌，可能这方才是我最大的赌注。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回首向来萧瑟处，也无风雨也无晴。这簪子应该不值什么钱吧？你盯它看半天了。你那刀也不值钱啊。这是我养父留给我的。这也是我娘送我的唯一一个物件。舒家当年也算大门大户，你爹娘为何如此吝啬？不是，我是说，留存至今的只剩它了。雨，莫爷怎么也来了？方才的事情不要当他们面提起。好说，那正好把咱俩的事情说说吧。堂下的银子赔给我，我的银子拿去给连生方平账，这来来回回，我得到什么了？我答应你的是整个唐家产业，10几家赌坊，你可曾算过有多少钱？如何吃得下？你快说说。我自有安排。你可伤到了？还好。哎，如何不问问我？江南第一快刀，怎么会输给一个倭人呢？你少来，我就问你，唐萧内司是不是还活着？是，或不是。亚楠，你随金兄还有莫爷赶紧回城，我还有件事情需要处理。你去哪儿？一个人吗？你放心，不会有危险。钱掌柜，云公子，不知可否借我看一下商会的交易卷宗记录啊？
怎么，还需上报苏会长？那倒不需要，会长特别有交代，只要云公子需要，商会全力支持。那便有劳了。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，公子想要找的是唐家赌坊的卷宗，对吧？公子，此番与唐啸对赌，能够以败局扭转乾坤，在下十分佩服，够精彩。只是胜是胜，但没看见公子从中得利，也没有看见唐啸伤筋动骨，所以我猜这个赌局还远未结束。公子后面还留有后手，如果可以的话，可否透露一二？我家小姐对此也十分感兴趣。我并非为唐啸而来。钱掌柜，有劳钱掌柜帮我找一下天庆24年商会的所有账务。天庆24年，公子为何要寻找10多年前的老卷宗呢？公子随我来。这些都是吗？公子想找哪一方面的交易，我帮你找。不劳您，我自己来。那公子慢慢看，我在外面等你。多谢。凡有牵扯，必付代价。如果你有手段能拿住唐啸，顺藤摸瓜，照这个线索查下去，那么肉家庄的血案一定会水落石出。这个事儿啊，你得问你的好友啊，连生坊的另一个东家苏明玉啊。你想查清当年骆家庄的血案，但是首先南都城一定先会被你搅得天翻地覆。等待了15年的真相，比你想象的不堪。难道你此刻就懂了？你先告诉我，你会查到何等地步？凡有沾染，必付代价。这么久了，你这心心念念全是真相，值不值啊？这世间若无公义，岂不欲发荒唐？凭你一己之力，能换几分清明？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？柯姑娘，没了脱籍文书，不管你跟明玉多么情投意合，朝廷法度也不会允许他娶你进苏家的门。
苏姐姐，我从烧掉文书的那一刻开始，便想明白了，与其说我烧掉的是脱离剑籍的可能，倒不如说我烧掉的是禁锢了我多年的枷锁。我若自卑自贱，即便我转入良籍，我也难逃罪臣之女的身份。阿姐，若没有一纸文书，当真不能长相厮守吗？孟兰看过了世间繁华如梦，人情冷暖，我只想活在当下，不想让此生留下遗憾。至于名分，不重要，我不要。既然你们不在意这世俗法度，那你们的婚事我就不予操办了。多谢阿姐，成全。谢谢姐姐。荣哥，刚才你脚步匆匆，有何急事？商会快打烊的时候，公子香忽然来了，他执意要调阅商期卷宗，他要查的是天庆24年的卷宗。所以，小姐，你觉得公子香这是何意？荣哥，大事如潮水，如果苏家的繁华不在，你作何感想？唐老板可算回来了。你是叶督主的人？在。你这是那边的人？哪边的人？那不妨直接表明你的身份，为何擅闯我唐府？唐老板这账本作假了吧？我虽然看不太懂，可这几本账簿的质地也太新，一打开都能闻到楚树香。你连是谁都不说，你问这问那的，凭什么告诉你？行，那你与他说。
这位呢是我林渊的少主，寇元杰。唐某有眼无珠，参见少主。你先一五一十的说清楚，为什么要伪造账本？别这么凶嘛！唐老板这些年为林渊洗白了多少银子？论功劳苦劳，都该幸甚。唐老板，让我看看你递交的宝贝吧。叶舵主，此药店耗费我数十年心血，里边每一个药方都经我多方验证，当真是价值连城。将它献与您少主，献与林渊唐某，荣幸之至。这里每一味药材皆是稀世珍宝，价值连城。唐老板，这些年你是在账上做了多少手脚，贪了我林渊多少银子，才有了这本账典啊？叶舵主，事到如今，这种玩笑就不敢乱开了。是吗？唐老板的珍藏真能抵了利息，绰绰有余。你过来。饶爷，少主，饶爷。唐啸，你可知你错在何处？偷窃，干扰。不，挪用银子伪造账目都无妨，但被我发现了就是错了。正如你擅作主张对付公子香也无妨，但败给他就是错了。我这人一向宽容，却绝对忍不了失败。我错了，我认了。求你，再要给我最后一次机会。好啊，那就给你个机会。唐老板，若是连几个女人都赢不了，就怪不得我了。莫爷有令，今日必有人来打扰唐啸，给我定计。要保唐啸安危吗？唐啸生死无关紧要，不必注意来者。明白。阿成留在西北角，上屋顶就能找到。好，我去传令。如何？都清干净了。还是我玉无靠得住。但凡帮主人，
岳无什么都愿意。就喜欢你乖巧懂事。叶宵，我初入南都城，你便如影随形，你究竟是前来相助，还是替南宫总管监视我？少主误会。哼。这10万5千两是我阁中应急专款，如今你错信唐啸，打算如何补偿？还请少主宽限些时日，属下自有办法。哼，又是南宫放那套手段。唐啸虽死，可赌方还在。若我们假借够了，去把你的人手都召集过来，今夜我便好好教教你们，凌渊应当如何行事。先生，南都叶舵主飞鸽来信。唐啸贪污阁内银两，与公子相对赌失败。少主突至南都，杀死唐啸，请先生定夺。还在卷宗室啊？该不是睡那儿了吧？快去看看，可别踢倒了尤德。袁老板，卷宗不得代理上会，除非会长批示才行。我现在就要去苏府拜会他。云公子匆匆而来，似乎是有10万火急之事，可为何现在却沉默不语呢？不如坐下，喝杯茶，有什么话慢慢讲。我想苏会长或许有话说。云公子，今日已入伏，天气湿热，难免火气伤肝，所以还需克制为好。我不需要将火去燥，我要釜底抽薪。要猛了，杀敌1000，自损800，所以这不是一件值当去做的事情。钱管家不是我，怎知我值不值得？我与云公子有陈年旧事要谈，去吧，无妨。没错，正如卷宗所记，当年是我苏家掀起了浙东的购地风波，但是当时我先父并非只是为一己之力，他是因无奈，只为自保。此话怎讲？天庆20年，文聪只身匹马闯入南都，短短几年，凭一己之力，将南都商界搅得风声鹤唳，南都富商巨贾频频败北，南都商会几近瓦解。此事我已知晓。公子只知其一，而不知其二。
文聪虽与公子师出同门，但是他做事风格极其狠厉。他决意将南都商贾全部击垮，留他一家独大。云公子，听闻云台素以护苍生为己任，可是文聪如此行径，是不是有违师门？文老如此行事自有道理。难道我们苏家就该坐以待毙吗？天庆24年4月20日，自东主购浙东清风铺田皮田谷120亩，计银1600两，银田2期，苏令和。是先父自会。天庆24年5月4日，令尊大人又将此处田产转售给了刘琦。刘琦也就是摘星楼的老板。据苏公子所言，你们两家是世交。天庆24年6月11日，刘琦又将此处地产转售给文老，以5200两的高价。短短2月，同一处地产转手2次，地价翻了3番。如此来看，只有一种可能，那就是令尊大人先散布了朝廷要在浙东沿海开海禁的谣言，然后以迅雷之势大量低价购入浙东地产。待到文老有所行动之时，沿海的地产已被抢购大半，无奈之下，他只能从其他商贾手中高价收入，以其地价继续上涨，届时才行脱手。可不想次年春天，开海禁的谣言不攻自破，地价一落千丈。我粗略算过，文老此役损失约20余万两，经此一役，他再也无法以一己之力横扫南都商界，而你们苏家却是一战成名。令尊大人更是坐稳了南都商会会长之位。你所言，我不否认。钱管家，小姐一早起来还水米未进，这都5时了，再不吃怕是要饿坏身子的。退下吧。是。若云公子此番回来是为了寻仇，杀一儆百，足矣。杀谁啊？你吗？苏会长此言是忏悔还是威胁？该认的我都认了。人难免百密一疏，我来帮你回忆回忆。天庆24年9月13日，唐孝自江南布政司购得田皮田谷207亩。10月初3，将此处地产转售给文老。苏会长可想起来了？当年在布政司，只购得一处地产，骆家庄。正是苏会长，你绝口不提的唐孝和骆家庄。地契上写得清清楚楚，这宗交易是唐孝和文聪之间，与我苏家没有半点关系。令尊大人散布朝廷开海禁的谣言，策动浙东购地风波，但令尊想要的并不是击溃文老，而是要让文老永远无法在南都有翻身之日。所以下半场的棋局，唐孝成为了那个最精妙的棋子。当时浙东沿海地产在南都商户之间频繁转手，但是在地契之上却极少出现唐孝之名，便有了唐孝与你们苏家并无盟约之假象，这才使得文老他放松警惕，敢与那唐孝合作。云公子，我再说一遍，唐孝与我苏家没有任何瓜葛。接下来才是令尊大人最高明也是最险恶的。
入城以来，我始终与你为善，你不要得寸进尺，误以为我软弱可欺。所有证据一件件皆摆在面前，整场棋局获益最大的人是谁？只能是你们苏家，大到可以泯灭天良。公子祥，我看你与苏家的缘分已尽，请便吧。你到底是谁？你猜得到的。就算他云台神乎其神，说到底不过是个见不得光的江湖门派。若真有你死我活的那一天，我自有法子对付他。他不是云台的人，他是骆家庄的人。小雨，我长大以后会不会像柯姐姐一样美？才不会呢，那我也比你美，我才不在乎呢。我长大以后要当像舒姐姐那样的女侠，不用长得美。你们两个上边上玩去。你是不是很喜欢小孩子？小孩子天真无邪的，哪有人不喜欢？但这两个小妮子，鬼灵精怪，就怕在人生坊待的时间久了，沾染了不好的习气。确实不是长久之计。我与明玉商量过了，苏家还有一处老宅空置着，我们打算把它改成善堂。那太好了。哎，你平时言必称苏公子，何时改口叫明玉了？快跟我说说，你们俩是不是算私定终身了？这苏明玉倒是靠得住，他若敢负你，我就打断他的腿。我虽舍不得，但是也多了你这个娘家人。这个怎么样？这哪有适合我的？怪不得男人都喜欢你，连小孩子都说我不像个姑娘。你不是还有云东家吗？他昨天晚上出门连招呼都未曾打过，到现在也不知道人在何处。也还是在夜夜都想着云东家。或许姐姐就是喜欢这样的东家呢。也许吧。他这人就像是一只纸鸢，若是踏踏实实的落在地上，反倒不对。只要这纸鸢的线一直攥在你手里就好。这个呢？要不这个得了？这怎么行？就这个吧，又素雅又利落。行，听你的。好。这簪子还是不同，银光闪闪的，在夜里太容易暴露了。舒姐姐，你又不是整日打打杀杀。姐姐，城门全封了，小贩进不来，市场也不开。我出去了一趟，什么都没买到。封城了，这是为何？我也不知道，只是听说城门口来了好些兵，回来的时候还看到很多巡逻的衙役。食材还够，明日再去吧。哎，
金石两呢？谁知道？我们好心撮合他俩，倒成我们一厢情愿了。难道是老金头一回被姑娘喜欢，还需适应适应？他真头一回。我哪知道？哎，云香回来没？苏明玉呢？他为工部的事去制造司了。唐校银子送来了，我们去接。都站着干嘛？不舍得呀？等等，这唐家赌坊的赌金，按道理应该先送到广汇庄啊。啊，想来也无妨。这银子呢，既然在这儿，咱就先收着，待云香回来自会处置。是啊，云公子自会处置，姑娘何必难为我们这些下人？等等，这位姐姐，我哪里说错了吗？哪里来的混子？离连生坊远点。丫头，怎么了这是？这位姐姐脾气不小啊，不知道的还以为我送的不是银子，是什么脏东西呢？这银子连生坊不要。丫头，此事莫与我争辩，待云香回来，我自会跟她解释。姐姐，我倒是好奇，你要如何解释？你再敢多留一口，后果自负。行，我走便是。走。舒姐姐可是认识这小厮？唐校诡计多端，莫要给自己揽麻烦。你来南都，究竟想做什么？好久不见，姐姐。叔，给门主的信为何如此难写啊？你若决心与那公子相结盟，那便不提关键细节即可；你若还信不过他，那便一五一十告谕门主。以他今日所作所为，还怕门主坐视不管？这些我如何不知？我只是拿不准，到底该不该信呢？可昨日你们从赏心亭回来，明明谈笑风生的，我还以为你早已笃定了。云香究竟要做什么？你知道吧？嗯。查到今日，事情终于要浮出水面。可是我越查下去，
我也觉得幕后的真凶绝非寻常之辈，要么涉及朝堂，要么有染凌月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。若真如此，放任他公子相追查下去，定会惹来天大的祸端。说，为何不告于门主，将他驱赶出南都，以绝后患？云香若真似那文聪，我就不犹豫了。可不知怎的，我总想着再护他一场。你这云台中人却不断情，难怪不得门主重用。谁稀罕呢？说，您是重情重义，不惜几番欺瞒门主，可你对那云香又了解多少？你就不怕他使得一身好计谋，更是操纵人心的高手？东家，掌柜的，唐啸的银子到了。你去接吧，我再思量思量。咱们就应该唐掌柜真是会做生意，店铺大，您慢走。掌柜的，交割的单据。20两。哎，您稍等啊。好，好嘞，您拿好。对。给我请200两。尝了一下。好久没来了。走了，别客气，慢走啊，到后面。掌柜的，什么意思？唐老板不是说银票交割吗？为何都是现银？这现银也都是50两一锭，水头分量都足，掌柜的有何不放心？入账规矩如此。哼，这广汇庄规矩如此之多，真当自己是户部银库呢啊！你们唐府办事的小厮，都同你这般无礼啊！要不这样，你这儿也是钱庄，咱们一定的对戳子，先把这些现银都兑换成银票，1天也就兑完了，如何？掌柜的，与人方便，与己方便。走。真是越来越有趣了。主人就等着看一出好戏吧。让开！让开！关前门！都让开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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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轻点啊！说，这些都是唐啸的银子啊？是，验过了，足色足两，数量也够。不对，停！打开！不对，赌方流水皆为碎银才对。官定如何收的？说，东家，掌柜的，不好了，我们让官府给围了。啊，这说，快走，去找云香。那你呢？走。说，走。
王捕头，别来无恙啊！今儿怎么有空带着兄弟们到我这广汇庄来了？来来来，里屋喝杯茶。莫不凡，你案发了。不，你别吓唬我，案什么发呢？我厨房的案板倒是被水泡发了。南都府衙门昨夜丢失库银10万两，今日一早便有人出手告发你，眼下这人赃并获，看如何抵赖。原来是这把戏。说什么呢？冤枉！我说我冤枉啊！冤枉！冤枉好说，到府衙大堂再喊。来，将犯手拿下。知府大人，那银子是唐啸冲抵我广汇庄的欠款，他这是栽赃陷害我呀！人赃并获，还想贪污他人，放肆！拿下！是。大人，你这是要屈打成招啊！重则40棍，着实打。这莫不凡隐藏极深，始终一副无利不起早的奸商嘴脸。之前与文聪也并无多少往来，直到公子香入城才逐渐浮出水面。但少主以通天手段盗取库银，又巧施妙计栽赃给莫不凡，这次他定是回天乏术了。只是给云台个下马威，让他们收敛收敛。回天乏术。叶舵主如此捧我，是想打发我早日离开南都吧？属下不敢。少主，有人潜入唐府地窖，抢在官兵之前，带走了唐啸和那几名婢女的尸体。何人所为？叶舵主问话，为何不答？回少主，看装束，与昨日监视唐府的应是一伙人。少主命你看守唐府，你却任其所为。公子香若知道唐啸已死，定会看出蹊跷。废物！这么点小事都办不好，这些年叶舵主在南都苦心经营，你这是存心害他暴露身份。六之策。叶舵主不必太过用心，我的人惹的麻烦，我自会替你处理。总之，绝对不会让你在南宫先生面前难看。走。还疼吗？不疼。说谎，委屈你了。眼下还不能和南宫放的人翻脸，得给他个台阶下下。月无知道，能替少主分忧，是月无此生的荣幸。没办法，这好好的钱庄说封就封了。你还听说这里面是贼窝，一帮京洋大盗？不能吧？他家开了10几年，看着是正经生意，无商不奸，这你哪能看得出来？他们抢了南都府库，这回可是人赃俱获。是吗？热乎的包子，看一看，看一看啊！我正要去找你。一走就是1天1夜，也不说一声，这是怎么了？我没事。广汇庄出事了，康桥在等你。那些银子是先送到这里的吗？对，我觉得不大对劲，便将他们轰走了。
云兄，你可算……你说，莫爷是私事被捕，你是申时来到连生坊，中间2个时辰你去了哪里？莫爷本让我速来找你，但我断定当务之急是要拿下唐啸，所以带人去了唐府。明智。唐啸死了，死在唐府地窖，被乱刀分尸，死相凄惨，身旁还有几具女尸，均死于颈部刀伤，从伤口看像是自刎。这些都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你如何处置了尸首。都带走了。好，这便有了回旋的余地。莫爷他肯定会为自己申辩，说被唐啸栽赃。按照律法，唐啸一定要出现在公堂，与莫爷对证，官府才可以定罪。如果让官府先一步找到唐啸的尸首，那么多半他们会认为莫爷是想杀人灭口。盗窃府库绝非寻常案件。这南都知府邵一恒又是人尽皆知的赃官，他很有可能为保乌纱帽，即便找不到唐啸，也会罗织出证据，让莫爷顶罪。先别着急，让我想想对策。你何时才能想出对策？莫爷正在狱中受难，不像你我这般悠闲。公子香，唐啸背后是谁？你再清楚不过了。招惹唐啸的是你，身陷牢狱的却是我家莫爷。我若想不到对策，你当如何？废话，我不想再多说一句，我这就回去集结影子。你若再无对策，明日天亮前我必动手。康桥，你若与官府为敌，就是坏了门规。你这种人，还和我谈门规？都别在这等着了，先去做事。他出来自会告知我们。可我从未见过云兄如此模样，怕是莫言那边出大事了。云香，唐啸死了。云东家，云东家，这……到底怎么了？盗银栽赃之事不至于让你如此郁愤。你有没有做过这样一个梦？你不断努力的要睁开眼睛，你以为自己醒过来了，可后来发现自己还是身处一片黑暗之中，一次又一次。我很少做梦，可想听你说说。我看得见真相，我看见它离我很近很近，很清晰。我伸出手，抓住它，把它攥在手心里。我
我要知道一个答案，我要知道一个明确的答案，要么是，要么不是。答案应该只有一个才对。然后我松开手。是空的。是不是血洗罗家庄的真凶找到了？你告诉我是谁，我这边杀了他替你报仇。如果是，只能说明我愚蠢至极，竟然分不清是敌是友。什么意思啊？难道真凶是我们身边的人？云香，现在不是你该醉的时候。是苏家，你准备去对付苏明玉了吗？那个时候他才多大？当务之急是先救莫言。你让我安静的自己待会儿，我没事。亚楠，你是我现在唯一可以相信的人。舒姑娘，等一下，暂且不要让客人去后院，你们也是，不要打扰云东家。是。你们究竟想干什么？少主想要见你。3年了，未曾收到你一封书信。昨日江边一见，连个好脸色都没有。
我是来给你带句话。阿娘近日一直提及，念着你在外边过得如何，可她老人家哪里想得到，宝贝女儿早习惯了新身份，怕是连自己姓寇都忘了。不是吗，我的好姐姐？你可真的想好了？是。你别烦心了，云东家现在也在为莫老板的事情忧心呢，也无暇顾及其他的，他怎么会迁怒于你呢？你是不知道，他那种冷，真让我不寒而栗。你与其自己在这里瞎猜，不如直接去问他，还少了许多误会。舒姑娘还说去问问，不也是一去不复返吗？我可不去添麻烦去。哎呀，别喝了，我陪你去。我不去。走，走，走。姐姐，阿姐，我来是给柯姑娘送礼物的，打开吧。姐，这是阿爹给阿娘的那对羊脂玉镯。正是。现在，这是给柯姑娘的聘礼。这是苏家的传家宝，姐姐。孟兰有姐姐和明玉的厚爱，已经足以。这聘礼我不能收。别说傻话，收了这聘礼，你就是我们苏家的媳妇儿。谢谢阿姐。不急着谢我，柯姑娘聪慧识大体，我早就看在眼里。经过上次那番事情，明月的确是有了些长进，但是在商场上血雨腥风，所以今后苏家还要仰仗你。苏家有姐姐在，明玉现在也愈发有担当，姐姐不必担忧。是啊，阿姐，我最近也颇有心得，日后肯定在你身边好好学习，一定突飞猛进。这个给你。没有什么比在商场上摸爬滚打长进更快的。阿姐，这好端端的，干嘛把会长之位给我？这我如何做得好啊？阿姐也不是一来什么都会做的，放心，我已经帮你寻好了老师。带我去见公子香吧。洛公子，苏会长不像是要负荆请罪的样子。请不请罪不是重点，我为公子准备了2份厚礼。姐，玉兄，你们这说什么呢？你听着便是。有一桩陈年往事，我本打算永远封存，因为此事一旦见光，我们苏家的仇人就不止云台一个。愿闻其详。天庆24年2月初1，先父见了一名不明来历的客人。先生之计，
为师高明，可老朽岂敢随意散播朝廷开海禁的谣言？且不说这是灭族抄家之重罪，就凭我手上没半点真凭实据，那文聪断不会轻易上当。谁说没有真凭实据？关于是否开海运，近些年来一直是朝廷上下讨论之重心。你手上拿的便是上个月朝堂之上近100位官员的请愿书。当时我年纪尚小，未有兴致再拼。根据后行的事情发展，我猜家父正是因为误信了请愿书。后来的事，就如公子所料，商户们得知要开海禁，定会掀起风波，后面就出现了买地的风潮。当然，利欲熏心的文聪一定不会错误。可是当后来北都的辟谣文书下达，文聪已元气大伤，无力回天，所以公子此次推演出8成，却一直不知先父如何散布开海之谣言。刚才那段过往，也算是因果明了了。你说的故事很精彩，不过即便加上这一段，也无法证明当年骆家庄血案不是令尊所为。云兄，我父亲怎么会与骆家庄有关？你也知道骆家庄的事，知道多少？公子香，你答应过我。苏会长放心，你无需插言。之前听你推演，若我说对家父没有半点怀疑，实属假话。商人重利，难免利欲熏心，但是我可以保证，我和明玉毫不知情。如若此事真是家父所为，那公子意欲何为呢？父债子偿。难说。我今日只身而来，方是笃定你是个明事理之人，钱荣的身手你也略知一二。如若官家知道御风仓之火是由公子而起，你想全身而退，亦是难事。你威胁我，是又如何？你此次为报私仇而来，已违背门规，云台绝不会插手此事。姐，云兄，此事定有误会，何至于此？误会是解不开当下的死结。确实如此。但是我带了2份厚礼，也许公子会较有兴致。我也想知道到底是怎样的厚礼，可以让当年骆家庄313名冤魂复生。事已至此，希望公子还看眼下。如我所料，公子虽有万千巧思，但是对官家却无计可施。我的第1份礼物便是帮公子解救广汇庄的莫老板。好啊，苏会长，你可否帮此忙？姐，这可不是儿戏，当不得真。方才事情推演，你已听明十有八九。你去找钱叔，他会告诉你如何将莫老板从大牢里救出来。你犹豫什么？还自诩习武之人，一点担当都没有。不是，马上去。云兄，虽我不知为何有这般局面，但毕竟她是我姐，请你别对她。你放心。
苏会长的第二份大礼，就是让苏明玉当商会会长。正是。骆家庄惨案发生在浙东购地风波期间，我苏家难辞其咎。你想要的真相，我无法给你，所以只有将我全部家产赔付于你，希望公子可以满意。我已将苏家所有家产过到明玉名下，还有商会的手续刚刚办完，明玉待我持会长一职，可是他年纪尚幼，无法服众，身边还需有人辅佐，因此苏家的人脉、钱财都将为你所用。当然，如若你想取而代之，也是未尝不可。诚意十足。不过我收与不收，还差最后一问。恐怕我们两个都不想听到那个名字，便是凌渊。公子，偏远宁静如骆家庄，怎么会与凌渊有所瓜葛？能说的我都说尽了。的确，于情于理，先父的嫌疑是最大的。但是过往之事难以追查，真相未必如你所想。如今我苏家的命脉都在公子之手，为何不能暂且放下，去寻寻其他的可能？苏小姐，你行事为人，这般智慧雄静，云某佩服。下去吧。是。少主，菜齐了。姐，这龙井虾仁儿，号称南都一绝，尝尝。2个人，12道菜。姐姐嫌不够啊，我们再上。有无？是，站住。你究竟想做什么？姐姐一走3年，难得相见，弟弟想好好招待你，何错之有啊？我是想问，你究竟为何而来？突然出现在南都，究竟想做什么？这话可就有意思了。半个月前，有人传来消息，说这南都城又来了云台之阵，还闹得天翻地覆。此事呢，我自然是恨那南宫放坐视不管，毫无作为。可让我称奇的是，公子香身边那女子，竟神似我凌渊大小姐。姐姐，你接近那公子香，是为了我门中利益吧？我与公子香同盟，自然是为了遏制南宫放的势力扩张。这话说得对，这南宫放啊，是越发放肆，就连他的鹰犬
南都的舵主叶萧，都敢对我阳奉阴违。若真让他们一步一步立稳根基，保不准我凌渊真有易主。所以你盗窃府库，看似帮叶萧对付云台，实则扰乱南都，为打乱南宫放的部署。高明吧？愚不可及。南宫放何等人？我寇家本来就与他相互之后，悬殊一线间。你这样做，无非是向他宣战。他若有所异动，凌渊必有内乱。可少主此举，亦是替门中着想。闭嘴！姐姐离家3年，一人游历四方。临走时曾说定会找到制衡南宫放之良策。你觉得我蠢？莫非你所谓的良策，便是那弱不禁风的公子香？当然了，我也听说他有些手段。只是我想提醒你，南宫放是我们的敌人，云台更是。不如就让我留在南都辅佐你，待那公子香完成使命，我再替你杀了他，你看可好？与官府打交道，不容出半点错。荣叔教你的话，一定要记得。阿姐放心，我都记着呢。当真要走吗？行李已经在车上，此刻出发，天黑前就可以出城。今日就要走？你不管我了？你看你又孩子气。我知阿姐一向做事落子无悔，果断利落，可这回能不能再缓缓？这次换阿姐任性一回，云游四海。你我血脉相承，你喜爱江湖，阿姐又何曾不喜爱？这次阿姐可以走出去，看看山河。知道了，姐。柯姑娘，从今以后，你就是苏家的女主人了。一定要照顾好自己的身体，打点苏家上上下下是很辛苦的。把明玉交给你，我放心。别惯着他。姐姐，你要常回来。如果在外面待的，心里不安，早点回来。我心暗处皆无相，也许有朝一日，阿姐会回来。也许。阿姐将永不回来。可是无论阿姐在何处，你们永远在阿姐心里。小姐，该走了，要不出不了城了。且说，一定护阿姐周全，自己也照顾好自己。从小你就喜欢看夕阳，爱背李义山的诗。我现在喜欢日落后的宁静。